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彩票刚中5个亿，还没来得及分享，却等来考研女友分手的消息。2年后，我骑着自行车参加同学会，再次遇见了他。这一次，他依偎在富二代怀中，却不知富二代全家都要靠我吃饭。待会儿，他的未婚夫一家就要给我跪下来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个大学生，目前在工地搬砖，工友时常调侃我，说我这么个大学生，名校毕业，听说还经常拿奖学金，怎么在工地跟他们一起搬砖？我解释了一番，其实我是为了陪女朋友林依依考研，才在租房附近的工地搬砖。平时搬砖赚钱，给他补贴生活费和房租，下班就给他辅导功课。哎呦，真漂亮，难怪是个大情种。可现在的美女都物质得很烈，没钱养不起的。这番话刺痛了我的自尊，我不停地反驳，说林依依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，又说搬砖只是暂时的，等她考研上岸，我有了时间就能去找一份更正式的工作。我和林依依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，她虽然偶尔有点小虚荣，但绝不至于因为钱而跟我分手。当晚因为要赶工期，工头要我们加班，一直忙到凌晨5点，才在工友宿舍打了个盹。翌日一早，我被一阵电话声吵醒，接起电话，林依依的声音传来：赵怀信，你昨晚死哪儿去了？说好的给我补习呢？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。你知道买课多贵吗？你知道请私教要多少钱吗？昨晚光是一对一线上辅导，就花了我400-500。我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打算去做家教赚钱，但林依依不答应。他觉得我辅导别人会分心，又觉得我和女学生独处一室不合适。尽管我百般解释说学生大多是男的，他也还是不答应。否则我又何至于来工地搬砖呢？工地临时加班，林依依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直接打断道：还有，昨晚房东催缴房租，你也不在，我垫付的3个月的房租是3600，你快转我，不然我都没钱吃饭了。我把卡里仅剩的4000块钱全部转给了林依依，转完后卡里余额就剩1块1毛2了。这时宿舍里一名工友睡醒后，一边打呵欠一边翻了翻手机，然后骂了声：卧槽，一等奖50注，整整5个亿，老子咋连10块钱都没中？随后他又冲我调侃道：小赵，你不是也买了彩票吗？正好开奖了，快看看，万一那5亿是你中的呢？记得到时候请大家伙吃香喝辣啊。他当然只是开个玩笑，我自然也知道这一点，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，我上网查询了一下中奖号码，然后一下子就愣住了。我掏出彩票，反复对了10几次数字，最后终于瘫坐在了床上。那5亿大奖居然真是我的，这可是5个亿啊！寻常人打拼一辈子都赚不来这个钱，而我一夜之间直接完成了原始积累。就算我把5个亿存银行不管，一年利息也有2100万，平均每个月就是175万，更别提搞投资、买不动产、购置保值资产，当真是钱生钱，一辈子都花不完。哪怕是躺平，这辈子也吃喝不愁了。我激动地打车回家，想要亲口告诉林依依这个好消息，以后她也不用陪我受苦了。房子、车子我全都可以给她买，她也不用辛苦考研，然后去职场拼杀了，可以直接当阔太太了。还有我那帮工友们，
等我对了讲，就好好请他们挥霍一次。当我兴冲冲地回家时，却见林依依竟然在收拾行李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面对我的询问，林依依甚至懒得用正眼看我，她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冷着脸说道：分手吧，赵怀信，就凭你还有你们那穷酸的家，这一辈子都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闻言，我一下慌了神，怎么了这是？别生气啊，我马上就有钱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林依依径直打断道：就你这种穷鬼，一辈子都活该是穷命，还有钱？你那脸咋比屁股蛋子还大呢？可我闺蜜那长相你也知道，可她男朋友能带她去马尔代夫旅游，你呢？你只能让我住在这个又潮又破的出租屋里，让我发臭发烂。行了，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。你这样的屌丝，注定配不上我这样的优质女孩子，这就是命。林依依说出来的话极其陌生，不知何时我们竟有了这么深的隔阂。眼下，她好似连珠炮一般，吐出一句又一句刻薄的话语，发泄着累积在心中的不满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原本打算考研上岸就和你提分手，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。我要身材有身材，要颜值有颜值，凭啥就为了蹭你一点房租，蹭你辅导考研，就委屈了自己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提款机吗？我就是帮你考研的工具吗？对。而且我根本不感谢你，就算我考上了，也是凭我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我都变得更好了，而你还在原地踏步。你一个搬砖的，整天臭烘烘的，怎么配得上我？我心中一阵悲凉，你的生活费都是我臭烘烘的去搬砖，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呵呵，你没能力还觉得委屈？我随便开个直播，都有人花你1个月的工资打赏我，就为了请我吃一顿饭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到了你这里，我就这么廉价，每天得忍着受着，过这种垃圾生活？难道就因为那什么狗屁爱情吗？说到这，林依依猛地一摔家具，像是有万般委屈，极其崩溃地说道：我受不了了，一想到我会和你这种穷逼过一辈子，我就想扇自己耳光。当初为什么会瞎了狗眼看上你？我感觉自己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。以往熟悉的那个林依依，在此刻变得格外陌生。所以，有钱才配和你谈恋爱是吗？林依依将行李箱拉上，说道：没错，我想明白了，咱俩都是名校毕业，我凭什么要陪你吃苦？外面大把的富二代追我，我何必吊死在你这一棵琼树上？我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忍不住问道：假如我有钱了呢？有钱，那也是20-30年后的事情了。我大好青春白白浪费了，到时候有钱花的也不开心，别人帮我在民宿酒店包了月，晚上还请我去米其林3星饭店吃饭，我在这跟你说个什么劲儿？我俩就不是一个圈层的人。说完，林依依就拖着行李箱重重地甩上了房间门，就好似摆脱了痛苦的根源，迫不及待地离开了。我捏着口袋里的彩票，心里一时间五味杂陈。哪用等20-30年啊？只要他刚刚一点头，那就是泼天的富贵。哪怕只要他再多一点点耐心，再等一天跟我说分手，都不会发展到眼下这个局面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而我也不打算解释。在难过了一阵之后，我心底还隐约有些庆幸，还好错过了，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他所追求的或许并非真正的爱情，而是物质上的满足和生活的享受。这样的感情，即便继续下去，也只是互相折磨罢了。
也正是这一次的错过，让我俩的人生走向了各自不同的分岔口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，让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机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彩票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，决定从此开始新的生活。对了奖金之后，扣除要交的税，到手还有4个亿。我开始学习投资理财，刚开始有所亏损，但好在我钱多，试错能力强，普通人尝试一次就会倾家荡产，但我却有了无数次试错的机会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站在风口，猪都能飞上天。我投资的几家有潜力的公司成功上市，手上持有的原始股份价值早就超过了几十个亿。不到2年时间，我就拥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。钱是真的能生钱。在此期间，我甚至抽空考了个研，算是圆了我当年的遗憾。时隔2年，当初的老同学们也都参加工作了，要么就是考研上岸，颇有些物是人非。大家打算再聚聚，联络下感情，就组了个同学会的局，每个人都邀请了。原本我是不打算去的，现在的同学会早就变质了。那个段子咋说的？同学会，约屁会和装逼会。然而，我的发小坚持让我去参加，还非说这次有个熟人会来，让我一定要到场。赵哥，算我跪下来求你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你要是不去，那多没意思啊！这同学会不就白组局了？为什么非要我去啊？我感觉有些麻烦。谁不知道你赵大学霸啊？当年的理科状元，我妈都拿你当榜样念叨我。谁不好奇你现在混得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我不太喜欢炫耀，太飘了，容易惹麻烦，又没有什么好处。干嘛去冲大款？什么冲大款？你就是大款。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？行吧。发小跟我混了那么多年，我当初在工地搬砖的时候，他也没少接济我。这2年，我有了钱在外打拼，他也跟着帮了不少忙。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的。很快就到了约好的同学聚会的日子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我打算骑共享单车过去，安安静静吃完饭，顺道和老同学联络下感情就行，不想搞那些花里胡哨的。这2年我因为钱的事情吃过了太多的亏，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财不外露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比如那些顶级富豪都格外注重隐私，对外都是一副简朴的模样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刚扫了一辆共享单车，发小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是他老婆羊水破了，要马上生孩子，他得去医院，来不了了，给我道了个歉。好家伙，这家伙求着我来，结果自己不来，我也没有多说什么，笑呵呵地问他什么时候办满月酒，寒暄了一阵就挂断了电话。忽然街头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，好似咆哮的巨兽。只见一辆黑红色的跑车急转弯而来，根本不顾学区减速的标识，一路飞驰，路上行人纷纷避让，乱作一团。而我因为太久没有自行车的缘故，慌忙躲避人群，不小心撞在了石墩子上，摔倒在地。跑车擦着我的身子疾驰而过，车窗里飞出一个空易拉罐，砸中了一个正在买烤肠的学生。妈的，有没有素质啊！一群人纷纷骂街。那学生没受什么伤，只是额头红肿了一块。他捂着头，看着跑车的尾灯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：有钱了不起啊？什么东西？卖烤肠的大爷劝阻道：哎，小孩子少说2句，开车的可是九龙集团的大少爷。我站在一旁，将他俩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九龙集团有点耳熟，该不会是我控股的那个子公司吧？
我依稀记得前段时间他们的总公司还邀请我去参加股东大会，估计是又打算跟我哭穷要钱，所以我没去。妈的，现在看来他们根本不缺钱啊！我心底将此事记下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扶起单车，一路骑到了酒店门口。还没进门，我就瞧见了停在酒店门口的那辆黑红色法拉利。好家伙，不会这样巧吧？我皱起了眉头。为了今天的同学聚会，酒店早就被包场了，据说是有人出钱办的。换而言之，这辆法拉利的主人也是参会者之一。会是谁呢？看来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老同学在闷声发大财啊！进酒店后，我跟前台说有预约，然后就被带到了3楼的宴会厅。此刻，宴会厅内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，老同学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，正3、5成群的聚在一起，聊得不亦乐乎。我扫了一眼，发现大家变化都不小，有的人西装革履，有的人珠光宝气，看来这些年大家的变化不小啊。在人群中心，有个众星捧月的大肚腩，大白天戴着个墨镜，怀里搂着一个穿着深 V 礼服的美女，手里还夹着一根雪茄，好不威风。不少人都围着他转，就连酒店大堂经理都亲自给他当起了服务生，好似他是这里的焦点人物一般。我微微一愣，这人我好像有点印象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他是班里垫底的问题生，叫周长伟，同时也是我当年的情敌，和我一起追求过林依依。与其说是追求，不如说是他单方面的骚扰林依依。毕竟那时候我和林依依已经在一起了，他还不止一次向我抱怨过周长伟有多烦人。听说后来他只考上了个大专，毕业时还跟林依依深情表白，被他嫌弃的不行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这几年混得还不错。我淡然一笑，没有走过去，打算先找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低调点，省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然而我刚要转身，周长伟就发现了我，大声喊道：哟，这不是老赵吗？你终于来了，快来，就等你了。妈的，来者不善啊！我跟他就没有过交情，眼下他忽然这么热情的打招呼，能有什么好事？周长伟看到我，立刻丢下了怀里的美女，大笑着迎了上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道：哈哈，赵哥，好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！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？我就随便混了个小公司，瞎忙活。我随口说道。周长伟还在继续捧我，哈哈，赵哥谦虚了，你可是当年的理科状元啊，妥妥的大学霸，现在不得年薪100万，哪能是瞎忙活呢？这是在捧杀我呢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周长伟忽然侧过身子说道：来来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对象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我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方才被他搂在怀里的美女竟然是林依依。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以至于我第一眼没能认出她来。以往她不施粉黛，穿着简单，而此刻她浓妆艳抹，领口露出大片白嫩的肌肤，看上去确实是贵气逼人，但也多了几分精致的虚伪。林依依瞥了我一眼，发出一声嗤笑，一句话都没说，更没有寒暄。周长伟见状，忽然一拍脑门，颇为浮夸地说道：哦，我给忘了，你俩之前谈过来着，对吧？兄弟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都过去的事了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周长伟嘿嘿一笑，继续说道：那行，既然人到齐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这次同学聚会是我特意组织的，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咱们当年在学校的那些快乐时光。来，大家举杯，
一起干一个。场面话说得挺漂亮，但我猜他是为了装逼才请客的。众人纷纷举杯，附和着周长维的话，一饮而尽。我放下酒杯，扫了一眼四周，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变了样，不再是当年青涩的模样，而是多了几分世俗的气息。只有少数几个同学还保持着当年的热情和单纯。周长维见我没有什么反应，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老赵，你不会还记恨我吧？那时候我确实喜欢你对象，不过那都是年少轻狂，不懂事。现在咱们都成熟了，那些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？”一旁当即有人拍马屁道：“那哪能呢？老赵可不是那么不识好歹的人，对吧？”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周哥说的没错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怎么会记恨你呢？”周长维哈哈大笑，似乎极为畅快。酒至微酣，他越来越上头，脸都红了，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肩膀，又问道：“老赵，说说呗，现在在哪高就啊？”“嗨，瞎混！瞧瞧，瞧瞧，赵学霸这是把我们当外人呢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啊？”周长维一边说，一边不停地摇晃我的身体，脸上挂着坏笑。这时候，林依依忽然翻了个白眼，说道：“骑个共享单车过来的，能在哪高就？撑死当个小经理呗！”此话一出，满场轰然：“不是吧，赵哥，你骑共享单车来的啊？赵哥，老陈都买车了，你还没买车啊？好歹也是名校毕业的，现在就业形势这么差吗？”一时间，周围的同学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周长维听到这些议论，更是得意洋洋：“老赵，别藏着掖着了，告诉大家吧，在哪个公司高就呢？”说着，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，甩在了餐桌上。其中一人眼尖，当即惊呼道：“哟，法拉利！门口那辆法拉利原来是周哥的啊，这不得几百万啊？小钱。”周长维笑着剔牙，说道：“也就700万而已，洒水了。我家还有几辆呢，一点小钱而已。老赵，你说对吧？”“啊，对。”我下意识说道，“确实一点小钱而已，700万的法拉利，对于我来说和7块钱的玩具车没有任何区别。钱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罢了。”所以当周长维跟我炫耀的时候，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因为我对金钱的数额已经有些麻木了。这时候，现场静了一下，林依依忽然嗤笑一声，其余人也跟着憋笑起来。只听林依依说道：“得了，还装什么大款？来的路上我们就瞧见你了，连个自行车都骑不好，还摔了一跤。你有空还是努力攒个买老头乐的首付吧，还好我当初选择离开你了，不然这时候说不定还得坐自行车后座和你一起摔跤呢。”哈哈哈！周长维放声大笑，一脸得意地说道：“老赵，你看，这就是差距啊！你现在混得不行啊，别怪我话说的难听，咱们同学聚会可都是开车过来的。就你这骑共享单车的，属实有点丢人了。”我瞬间明白了，这周长维是故意羞辱我，想找回当年被我碾压的自尊。同时，他也在向林依依证明，他如今已经混得比我好了，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。念及至此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本想用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只是疏远。我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其实吧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刚说完上半句话，就被周长维哈哈大笑给打断了。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拍着自己的大腿，眼睛都笑出了眼泪。笑够了，他就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说道：“得，赵学霸清高，现在是财务自由了是吧？是金钱如粪土了呗？
是不是要开个什么知识讲座？票不好卖吧？毕竟现在话题太高端，人心太浮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其余老同学看不下去了，毕竟是同学一场，也不好意思让我面子上太难看，就劝说：“嘿，这有啥的？赚多赚少，还不是赚个钱吗？说说呗。工作又不分高低贵贱，劳动最光荣嘛。就是，我前2年还送过外卖呢，这有啥的？”眼看着周围一圈人七嘴八舌的让我说说自己的工作，好似不说就接不过这个话题，我只好无奈的说道：“这2年我在炒股、搞投资什么的，赚了点小钱。就你还炒股啊？你有那个本金吗？”人群中传来一道刺耳的声音，我转头一看，正是林依依，她满脸不屑，嘲讽道：“你这才毕业2年，应届那1年还去工地搬了半年的砖头，你哪来的钱炒股？”周长维听到这里，眼睛一亮，他显然也想看看我怎么圆谎。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跟你分手那天，我正好中了彩票5个亿，这2年用奖金去做理财，所以手里还算宽裕。”“哦，5个亿吗？那可真是大奖啊！”林依依撇了撇嘴，继续嘲讽道：“那你说说看，你手里宽裕到什么地步了？不会是连1辆车的首付都付不起吧？”“应该有大几十亿吧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一片死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周长维忽然放声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他指着我说道：“几十亿，赵啊！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吧？”其余人也跟着笑了起来，显然都不相信我的话。我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几十亿只是固定资产，股权什么的不算在内。”林依依这时候忽然笑了，她看着我说道：“亿万富豪还骑共享单车啊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谁不知道10个炒股9个亏，剩下1个还是亏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赚钱？”我笑笑，大概凭的是实力吧。实力？林依依嗤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吹牛的实力吗？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打个赌。”“打赌？赌什么？”“就赌我能让这只股票的给股上市公司退市。”我掏出手机瞥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好像是叫什么九龙集团吧？”“对，就他了。”此言一出，满场聚寂，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有人小声提醒我道：“老赵，周哥他爸就是九龙集团的董事长，现在还是市里的标杆企业，厂子都建了不知道多大了。哪怕他是善意，在这么安静的情况下，也显得格外刺耳。”不知是谁发出了第一声嗤笑，紧接着就是哄堂大笑。周长维更是捧腹大笑，他指着我说道：“退市！哈哈哈！老赵啊，老赵，你知道退市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这家公司要破产倒闭了。就凭你能让我家公司退市？哈哈哈！”其余人也跟着哄笑起来，显然都不相信我的话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这只股票，现在应该是在走下坡路，不出1个星期，这家公司就会宣布破产。”破产？林依依这时候也笑了，她看着我说道：“你知道九龙集团市值多少吗？足足上百亿，你凭什么觉得它会破产？就凭你一张嘴吗？大概凭的是实力吧。”我再次说道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起身说道：“好了，聚会也参加完了，没什么意思，先走了。”“哎，老赵，这就走啊？”周长维连忙站起来挽留我，他可不想这么早就结束这场羞辱我的盛宴。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工作上一大堆事，先走了。”周长维这时候眼珠子一转，忽然说道：“老赵，
要不这样，你要是真能让我家的九龙集团退市的话，以后我这辆法拉利就送给你开了，怎么样？”此言一出，满场哗然。众人没想到周长维竟然会下这么大的赌注，这可是价值700万的法拉利啊！不过他们仔细一想，意识到周长维只是拿我开涮罢了，看其余人的表情就知道根本就不信我所说的几十个亿。算了吧，我有点瞧不上他的法拉利，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女人在车上玩过，嫌脏。这怎么能算了？老赵，这打赌可是你提的，你要是不敢，现在就跪下，学3声狗叫，我就当你没提过这事，怎么样？说到后半句，周长维的语气里带上了几分森然的含义。酒店大堂经理适时带着几个虎背熊腰的保安站在了门口，各个胳膊上都带着纹身刺青。小县城里的酒店更加藏污纳垢，一看就知道是被周长维养肥了的。众人见状，方才还热闹的氛围一下变得紧张起来。老同学刚才还一口一个赵哥，现在却没人敢为我多说一句话，生怕引火烧身。这时候，林依依挽着周长维说道：“你就别逗他了，就算他有100个亿。”也不可能让咱爸的公司退市啊！有些事又不是有钱能办到的，就比如说追到我。周长维哈哈大笑，搂着林依依，直接当众深吻起来。我在一旁看着，感觉一阵腻歪，尤其是林依依说的那番话，叫人恶心至极。我喝了口茶，润了润嗓子，说道：“确实，有些事是有钱都办不到的。”周长维松开林依依，调侃道：“哟，难得，总召竟然还认错了，不会是嫌弃跪在地上学狗叫丢脸吧？既然你硬是想赌，那就赌呗。”我心中冷笑：“行啊，我都押上法拉利了，你总得押点等值的东西吧？”周长维方才还搂着我胳膊和我称兄道弟，从此刻却眼神阴冷地继续说道：“一个肾算你100万，2个眼角膜算你200万，不少了吧？还有400万，用你2条胳膊抵，不亏吧？”我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你眼里，2条胳膊1个肾就值这点钱，怎么抬举你了？”周长维反问：“那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花200万买你2条胳膊？”话一说出口，周长维勃然大怒，他正在酒劲上，当即砸碎了酒杯，指着我的鼻子准备斥骂我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，我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黑金卡，甩到了他的面前。1000万存款的黑金卡，跟你打赌下注，够格了吧？却不料周长维看都没细看，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，当着我的面用力将黑金卡掰断，丢进了林依依的酒杯里面。看来你道具准备的还挺齐全啊。周长维冷笑着说道：“可惜了，现在你这1000万没了，假卡吧。”林依依举着酒杯附和着说道：“这一卡就是假卡，咱爸的黑卡都不是这样的，太浮夸了。”周长维双手抱胸，摆出一副看好戏的姿态，用猫玩弄老鼠一般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就算你这1000万是真的，但我挺好奇，赵富豪该怎么用他的亿万资产让我家破产呢？你说巧不巧，九龙集团是我投资扶持上市的，手里有不少原始股份。集团董事长上个月还在股东大会跟我哭穷，当时我就觉得九龙集团内部管理有些问题，现在更是觉得该撤资了。”我耸了耸肩，摊开手说道：“谁叫你硬要跟我打赌呢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爸跟你哭穷，哈哈哈！你怕是魔怔了吧？”周长维又大笑起来，周围人附和着，发出一阵尴尬的笑声。林依依摇了摇头，
说道：“看来你是入戏太深了，是不是因为我当年分手对你造成的刺激太大了？其实你也没必要这样，总是自欺欺人，只会让自己颜面无存。早点认清现实，对你也有好处。你们要不信就算了，我也懒得争辩。”“别啊，我信。”周长维说道，“咱们也不用等1周后看我家公司会不会破产了。现在我就给我爸打个电话，我倒要看看我爸是怎么跟你哭穷的。”哈哈哈！说着，他就掏出了手机，拨出了电话。“喂，爸，跟你说个有意思的，我在同学会遇到个老同学，说是咱公司的大股东。哎，正好让他跟你说2句话。”随后，周长维将手机开了免提，递到我耳边，脸上挂着戏谑的冷笑。“你是叫周志伟是吧？”我说道。“我是赵怀信，让你儿子跟你说吧。”话音一落，周长维就收回了手机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爸，这小子还搁这装呢，你说2句让他死心呗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周志伟略带紧张的声音：“你别乱说话，我马上就来。”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周长维当即愣住了，林依依也变了脸色，满场宾客皆是一脸茫然。他们不知道周志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应。“没事。”林依依说道，“可能是他给公司投了简历，所以咱爸才会认识。”周长维一拍脑袋说道：“难怪呢，我就说前段时间我爸就为招人来发愁来着，没想到你来我家公司应聘了啊！”啧。众人都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笑容，看我的眼神越发不屑。周长维和林依依又开始了嘲讽模式。可没过多久，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，还有急刹的声音。紧接着，酒店大堂的门被推开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急匆匆走了进来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，气质沉稳，不怒自威，赫然便是周长维的父亲周志伟。他身后还跟着几个西装笔挺的保镖，手里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，气势汹汹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角色。众人见状，纷纷起身相迎，就连酒店大堂经理都亲自迎了上去，点头哈腰的打招呼。周志伟却视而不见，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面带歉意地说道：“赵先生，实在抱歉，犬子无知，冲撞了您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”说完，他又转头看向周长维，怒斥道：“还不快给赵先生道歉！”周长维愣在原地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一脸茫然地问道：“爸，你搞错了吧？他不过是个骑共享单车的穷屌丝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周志伟就赏了他一巴掌，呵斥道：“闭嘴，混账东西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赵先生是咱们九龙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手里握有45%的股份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惊，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酒店大堂经理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。他刚才还拿我当要饭的，转眼我就成了他老板的大老板。周长维更是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林依依也呆住了，她有些手足无措，喃喃自语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周志伟又对我说道：“赵先生，犬子无知，还请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就带他回去好好教育一番。”行了，没必要。我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就把刚才的事解决了吧。”周长维闻言，面色顿时一白。周志伟疑惑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当即就把赌约的内容说了，并且表示明天就撤资，九龙集团不日破产。闻言，周志伟呼吸一滞，他或许是上了年纪，愕然之下
竟然心脏病犯了，哆哆嗦嗦掏出速效救心丸才好些。随后他猛地扇了周长维一巴掌，周长维当即双腿一软，就跪在了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道：赵哥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不该跟你打赌的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说着他就砰砰砰地开始磕头，额头都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不为所动。周志伟喘匀了气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赵先生，犬子冲撞了你，确实该罚，但他已经给您磕头了，您看，谁说他磕几个头就能抵消的？我冷声打断道：我输了，要赔他一个肾，2个眼角膜，还有2条胳膊。他输了，难道就磕头道个歉就能了事？周志伟顿时语塞，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。周长维也停止了磕头，涕泗横流地哀求道：赵哥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给我条活路吧。很简单，我指了指他的法拉利，你的法拉利给我砸了，另外你再给我跪下学3声狗叫，我就当你没提过打赌的事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这可是5个亿啊！只直周长维呆住了，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落到这种地步，给一个被自己看不起的情敌下跪学狗叫。林依依也惊呆了，她原本以为我是在自取其辱，却没想到小丑竟然是他自己。周志伟沉默了片刻，对周长维说道：还不快照赵先生的意思办？周长维身体一颤，面色惨白地跪到了我的面前，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汪汪汪！我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声音太小，没听见。周长维咬紧了牙关，提高音量，又汪汪汪地叫了3声。这次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屈辱与不甘，但却无可奈何。我点了点头，说道：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周长维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地离开了现场，连他的法拉利都没敢要回去。林依依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她居然没有跟着周长维一起走，而是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说道：怀信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嘲讽道：你错在哪了？林依依一咬嘴唇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说道：当初是我有眼无珠，猪油蒙了心，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已经泣不成声，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然而我却不为所动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说道：你的爱太廉价了，我不稀罕，不过还是谢谢你，让我白睡了几年，也帮我谢谢你将来的老公。林依依闻言，面色顿时一白，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。滚吧！说完，我也不等林依依回话，拎着椅子走出酒店，直接砸碎了那辆法拉利的车窗，将其砸得坑坑洼洼。爽！当着众人的面，我把打火机丢给了周志伟，说道：该怎么办你知道。半晌后，我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这个街区。不一会，爆炸的轰鸣声传来，应该是周志伟把法拉利给点了。后来我也及时止损，撤资离开。九龙集团没过多久就倒闭了，听说周志伟欠了一屁股债，跳楼自杀了。周长维开始跑电瓶送外卖，还在跟林依依谈着，但林依依不知道从哪弄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，天天换手机号打电话骚扰我，求复合。即便我羞辱他，他也甘之如饴，直至我换了个手机号，才彻底清静下来。只能说，感谢那次大奖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